1977年，我重生了，姐姐们还活着。我跑断腿给这3个丫头找人家，收这900块彩礼，到底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咱们老秦家的香火？老四眼看就成年了，没这笔钱去提亲，谁家闺女肯嫁过来？你们3个当姐姐的，受点委屈那是天经地义。上一世，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畜生。 信了王美凤那个毒妇的鬼话，以为拿3个姐姐换了彩礼就能给自己换个漂亮媳妇儿，可结果呢？大姐被逼嫁给傻子，二姐惨遭家暴折磨，三姐被送给快50岁的老光劳受尽凌辱，连最小的妹妹都被赶出家门。老天爷既然让我重活一回，这一世我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他们死死护在身后。哭什么丧？我找的可都是镇上有头有脸的好人家。 就说那王强，人家家里可是万元户，大春能嫁过去，那是他修了8辈子的福气，我还能害你们不成？赶紧按！这婚事我不答应。小兔崽子，你犯什么婚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是送你姐去王家过好日子，没这笔彩礼，你拿什么娶媳妇儿？王强是个什么烂货，你会不知道？这种好日子留着你自己去享受吧。 只要我秦刘还喘着气，谁也别想动我姐一根头发！反了天了，秦大山，你个死人啊！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子，你管不管？不管就离婚。跟人家讲好了，彩礼都收了，今天大春不嫁也得嫁。你要是不管，咱们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说了，不行。老四。 咋跟你娘说话呢？快认个错！你给我闭嘴！眼睁睁看着亲闺女被推火坑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你还算个爹吗？今天这事儿没商量，你要是非逼我姐嫁给那种烂人，咱们就分家。我带3个姐姐和小妹单过，你守着这个毒妇过一辈子去吧，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。分家？老子生你养你，你敢跟老子提分家？我今天非打死你这个畜生！ 老四，姐，你要打死他吗？你是不是傻？看着爹打你，你咋不知道躲啊？丁，检测到宿主强烈执念，满足激活条件，锁定生存构建游戏《我的世界》，系统绑定中。这是哪儿？ 我的世界，我真的进游戏里了。丁，我的世界生存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欢迎来到你的专属绝对领地。我的世界，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？本空间与现实物理法则互通，现实物品随存随取，且本空间无视节气，种田、钓鱼、挖矿产出皆可带回现实。普通物品亦可锻造为抽凡神器。新手大礼宝已发放，请查收。这咋用？意念确认即可吸收。力量、技巧真来了，这具身体脱胎换骨了。空钩都能上鱼，还能当起重机拉2吨。有了这东西，我还能让姐姐们饿肚子。新手指导结束，宿主随时可靠意念进出本世界。懂了，外头还有一笔账没算完呢，送我回去。这一世，绝不能再让你们吃一点苦。钱，我有办法了。
连个鱼饵都没有，真能行吗？系统，你最好没忽悠我。这样真的能上？我咋就这么不信呢？我去，这就中了！空钩真能上鱼，连等都不用等。再过一会儿月亮都该上班了。老天爷啊，让我再中一条吧！我去！给我回来！给我下！大只黄鱼真钓上来了，这么大个头，绝对2000斤往上。在77年，这玩意儿就是水里的黄金。第一桶金就是你了。这家伙累死我了。2000多斤的鱼，老子居然一个人就弄上去了。这5级力量强化真他妈带劲儿！有了这身怪力和这鱼竿，我看以后谁敢瞧不起我！我的秦娘四舅奶奶，这是鱼，这怕不是水谷里跑出来的水怪吧？这么大个家伙，少说得有2000斤，他一个人拉着走，还是活的！快看，那大鱼鳃还在动弹，那尾巴要是甩一下，能把人骨头抽碎。这破车太耽误功夫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路，你没事吧？刘衍宗，前世钢厂后勤主任，我饿得快死的时候，是他拉了我一把。你这小伙子毛毛躁躁的，拉着个破车在街上横冲直撞，眼睛长天上了，这要是撞坏了老人小孩怎么办？刘主任，您是咱红星钢厂管后勤的刘衍宗，刘主任吧？怎么，你认识我？认识，咋不认识？上次赶大集，我卖家里种的菜，您买过，看我大冬天冻得直哆嗦，您结账还多给了我1毛钱呢。刘主任，我今天这车上有一批极品好货，纯野生的肉食，钢厂食堂要不要？我按最低价便宜给您。小伙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们是国营大厂，从来不跟私人做买卖。你这是投机倒把，赶紧把车推走处理掉，别再动这些歪脑筋。刘主任，您等一下，我车上这东西绝对不是普通水产，您就看一眼行不行？要是您看完还说不收，我立马掉头就走，绝对不再纠缠您半步。小伙子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好货，这都不合规矩。这他娘的是黄鱼！我的老天爷，这是成精了吧？小伙子，你这真是你的？刘叔，我说了，这是极品，了不得了不得！我在红星干厂干了半辈子后勤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野生活物。你等着，千万别走，我这就去叫人。小伙子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报告领导，俺是秦家村的，昨晚在村西头大河里钓的。钓的？几千斤的活物，能在湍流里把它钓上来，这可不是一句运气好就能解释的。你有把子力气，也有胆色。老刘，叫保卫科带大唱来，过磅。这鱼咱们钢厂食堂全包了。哟呵，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哪来的土包子，跑到红星街来摆摊儿？
懂不懂规矩？在爷的地盘上过油水，你跟冯爷我拜过码头没有？你的地盘，这条街写你名了，还是地下埋着你家祖坟啊？老子在县城混了10年，第一次见着比我还横的泥腿子，你这是活腻歪了吧？我要是说是呢？呸！给脸不要脸！兄弟们，废了他！想走？你干什么？你敢！我老大是……你不是喜欢给人立规矩吗？今天我秦守就给你立个新规矩，就在这儿给我挂到太阳落山，让红厅街所有人都看看欺负老实人是什么下场。厂长，让您见笑了，咱们的秤还过吗？2319斤，高高的。小伙子，鱼不错，按市价，这种大鱼1块2到1块3，但你这条实在罕见，我给你1块5一斤，怎么样？邱厂长，您公道，我信您，就按您说的。好，3478块5，你点一下。对，数目没错，谢谢。刘叔，今天多亏了您，这点心意您别嫌少，这烟您拿着抽。哎，这怎么行？使不得！刘叔，这1毛钱您一定收下。上回您多给我1毛，我爹买药的钱才凑齐，救了命，我亲手记恩。行，你小子以后有啥事儿可以来厂里找我。快回去吧，揣着这么多钱，小心点。哎。听说了吗？西街老王家可热闹了。咋了？今儿个相亲，一下相仨，说是后妈做的主，把前头留下的3个闺女一块嫁了。西街老王家相亲3个。姐，那件最大的衣裳，还有那条长裤，拿给我。看好了再喊，那衣服贵，扯坏了你赔不起。我买得起，快点！哎呦，小同志，你早说嘛！等着，姐给你拿。这衣服厚实，穿上舒服，这裤子也扛风。不对，万一他们没在王家，或者已经接走了呢？我得先回村找小妹问问清楚。四哥，你可回来了！大姐、二姐、三姐被后妈和她带来的几个人用绳子绑着手，塞进一辆拖拉机拉走了。后妈说今天就要把他们嫁过去。哇，我不要姐姐嫁人。小妹不哭，哥去把姐姐带回来。你回奎叔那儿等着，哪儿也别去。王美凤。老哥，你再等等，姑娘们年轻，脸皮薄，劝劝就好了。你之前说的是3个姑娘都愿意向这门亲，我们才大老远赶过来的。结果一进门，3个姑娘全在哭，这算怎么回事？愿意的，就是舍不得嫁，哭一哭就……我不愿意，我不认识这家人，我不愿意嫁，我也不愿意，我也是。你不是说姑娘们都点头了吗？这不是骗人吗？老四。王姨，我姐的婚事他们自己说了算，他们不愿意，谁也不能逼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懂什么？我忙前忙后给他们找婆家，还不是为他们好？为他们好，就该问他们愿不愿意，不问就定，
那不叫介绍对象，那叫卖人。这事不地道，我们不掺和了。走走走，回。好，好，你们姐弟几个合起伙来毁我面子，这家里我是管不了了。老四，你怎么找来的？听村里人说的。姐，别怕，以后谁也不能替你们做主。都怪我，要是我不闹，乖乖嫁了，也不会连累老四你，还差点害了二妹三妹，咱家也没钱退彩礼，这可咋办啊？大姐，你说啥胡话？什么乖乖嫁了？那是火坑，跳下去就没了。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么多钱哪来的？这纸条？这钱是我正当光明挣来的。我刚在钢厂卖了一条2000多斤的大鱼，这纸条就是证明，3400多块，彩礼那900块算个屁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我养你们，我秦守绝不再让任何人把你们卖掉，谁敢动你们，我就跟谁拼命。师傅，麻烦您在前头供销社门口停一下，走，下车，先从头到脚换身行头，咱们从头开始。小四，这布料太贵了，我们有旧衣裳穿，不用买新的。赵大姐，麻烦给他们每人拿一套从里到外的衣服，再配一双鞋，要最好的。好嘞，我这就给你们拿，都是今年新到的料，厚实的很。乡下人就是眼皮子浅，有几个糟钱就瞎买，也不照照镜子看自己配不配吃这些金贵东西，不会过日子。姐，我来。赵大姐，再称20斤白面，10斤大米，还有那个铁皮暖壶、搪瓷脸盆、肥皂、毛巾，都拿一份。小弟，刚才那个女的太欺负人了，咱们就这么算了？跟她吵架掉价，有的是讲理的地方。小妹，别急，慢慢喝，还有呢。这件事儿，我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领导，我要实名举报。岂有此理！我们供销社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不是让这些蛀虫是以权谋私的地方。小同志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们一定会严肃调查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四小子，听说了吗？大新闻！县城供销社那个顶顶跋扈、眼睛长头顶的售货员康丽丽被处理了。那康丽丽服务态度恶劣，长期打骂顾客，还偷偷把麦乳精、奶粉、白羊这些紧俏货藏起来，高价倒卖给熟人。现在证据确凿，她被开除公职，还得把贪污的钱全部退赔。哦，是吗？四小子，还有个事儿得跟你说，你后妈王美凤这几天可没闲着，她在村里到处借钱，打着你爹的名头说家里急用，少说也借了300多块。都有谁借了？多了去了，村东头老王家、西头老李家、会计家好些人呢。听说你卖鱼挣了大钱，都等着要债呢，估摸着人快到了。秦守，你后妈借了我家20块，说是急用，这都好几天了。俺家15块，那可是攒着买猪崽的钱。让王美凤出来，还有秦大山，这钱到底还不还？各位叔伯婶子，先安静一下。这债我认，但有个前提，这债是王美凤拿我爹名义借的，要还得先把这家分清楚。今天只要能把家分了，该我们组队5个单的那份，我秦守当场一分不少，全还给你们。花婶儿，麻烦您把这话传给所有借钱的人，也
传给我爹和王美凤听听。想要钱，就让他们想想该怎么办。哎，好嘞。你听听，外面都吵成啥样了？你那个好儿子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。那咋整？分，必须分。分了那3个赔钱货和小畜生就滚蛋。欠的债他们还得扛大头，但是不能便宜他们。你写3张欠条，就写给之前那3家，就说那900块彩礼被禽兽拿走了，让他们找禽兽要去。反正钱我收了，人他们没接到，这债总得有人背。禽兽，你给我滚出来，看看这是啥？你爹写的欠条，人没嫁成，彩礼钱你得退，一共900块。今天要么给钱，要么交人。钱是王美凤收的，人也是她卖的。欠条，谁写的找谁。少废话！秦大山，你说这钱是不是该你们家还？不还钱，我们就报公安，告你骗婚。对，报警，是他骗婚，是他把他姐姐藏起来了，不关我的事儿，钱我都给出去了。老四，你为什么要拦呢？900块，咱家拿什么还？钱是王美凤收的，人也是她许出去的。你替她写欠条，她替你担过一点吗？跟我没关系。那你说这债怎么办？人家不会因为你说了几句道理就不要钱了？债，谁欠的谁还。你替王美凤写欠条，这账你也跑不掉。但这不关我姐的事儿。你说什么？钱我都花出去了，我拿什么还？那是你的事儿。你收钱的时候没跟任何人商量，现在还钱倒想起找人替你扛了。秦大山，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我，这家我还怎么带？别吵了，都别吵了。今天不管怎么说，谁也别想勉强我姐。闹够了吧，爹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个家该分了。不给我住手！无法无天了！秦大山，你看看你，被个婆娘牵着鼻子走，对自己亲儿子这么狠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还有你们，聚众闹事，强抢民女，还动手打人，真当我们秦家村没人了？这个家闹到这步田地，必须分了。今天我秦学明就在这儿给你们做个见证，谁有异议，现在就站出来。支书既然同意我分家，这债就得先算明白。我提个法子，按人头分。我爹王美凤她儿子算3份，我跟我4个姐姐算5份，总债300多块，除以8，我们姐弟扛5份，具体多少能算出来？凭啥？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凭啥算他们5份？这债是你们秦家欠的，就该你们秦家人还。乡亲们，今天我就把这毒妇的老底全给扒了。他把我3个姐姐卖了，对外说收了700彩礼，实际拿了900，一个人吞了200差价。他给我大姐配了个傻子，二姐许给40多岁打死过老婆的老光棍，3姐那家公婆狠毒，上个儿媳妇砸死的都没人敢问。他这是嫁女儿吗？他这是把闺女往火坑里推，好换他自个儿和他侄子的好日子。还有这些年秋收的粮食，大半被他偷偷运回王家，我和我姐我妹差点饿死。王美凤就是趴在秦家身上吸血的蚂蟥。都别吵！秦守说的对，就按人头分。王美凤，你和秦大山扛3份债。没钱，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有钱啊？钱都花了，全贴补家用了。你们干啥？不准进我屋！王美凤，你想干啥？还想拦村干事分家清算？主任，找到了，在炕席底下。真不要脸，吃里扒外。王美凤，
你还真有脸藏这么多钱和首饰？家里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倒好，偷偷攒着。这些是不是从秦家偷拿的？姐，小妹，我们走。这是以前地主的房子，土改后归了集体，空了好些年。虽说破旧了点儿，但地方大，收拾收拾能住。你们先搬进来，1年给村里交点租金，意思意思就行。谢谢支书，谢谢队长。这房子我们租，但租金不能意思意思，该多少是多少。我打听过了，这种房子别处租，1年少说也得180块。这样吧，我出120。不过，我有个请求，房子太破，要修的话得让我自己掏钱修，行吗？行，你小子是个明白人，也有担当，那就按你说的，1年120，准你修。四哥，都跟我说这老房子底下埋着地主藏的宝贝，是真的吗？哟，秦老四，这就搬进豪宅了？行啊，攀上支书就是不一样。有事儿？哟，秦老四，真把这破院子当自己家了？支书一句话，你就白捡这么大便宜，全村人可都看着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几个姐姐长得是真俊啊，要不哪天哥带几个兄弟过来，跟你姐姐们认识认识。秦钢蛋，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再敢用那种眼神看我姐我妹，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，我直接把你送到派出所，告你耍流氓，到时候让全村人都看看你秦钢蛋是个什么东西。有钱了就横，下手真黑。这房子租金也太便宜了，凭啥他能住？支书，这不公平！那地主老宅多大院子，多好的青砖房，1年才120，也太便宜他了吧？对呀，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，那是集体的房子，凭啥让他秦守一个人占这么大便宜？要么就涨租金，要么搬出去，让大家抓阄。这秦守有钱了，也不能这么欺负咱村里人吧？凭啥呢？凭啥到底？连一丝多余的动静都没有？都吵什么？租金是村支部定的，有意见当时大不提。支书，各位乡亲，这房子的租金我自愿在家，这笔钱不归任何个人，只由村里会计保管。到今年年底，用这笔钱去买几头最肥的猪，宰了，按户分给全村每一家，让咱们秦家村的老老少少都能过个肥年，吃上红烧肉。都听清楚了，这150块是秦守交的租金，更是咱们秦家村全村的肉钱。从今天起，谁再敢找秦守一家的麻烦，为难他们，那就是不想让咱们全村的老少爷们、婶子、大娘、娃娃们过年吃上这口肉，就是跟全村人过不去。支书说的对，谁找事儿就揍他。来了。四哥，你这鱼竿神了，咋一钓一个准啊？运气好。元朝，等下拿2条回去，
给思远叔添个菜。出来！我的娘！这么大个的王八，成精了吧？来搭把手，再钓一条就回去。四叔，这是金的吧？可能是哪个地主老贵掉河里的破铜烂铁，我拿回去瞅瞅吧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该回家吃饭了，咱走吧。哟，老四，能耐呀，钓这么大个王八，这东西可补了。你爹前阵子被你气的身子一直虚，正需要这玩意儿补补呢。这王八给妈吧，妈拿去给你爹炖汤。分家了，2清，想要拿钱买。小瘪犊子，我是你娘，吃你个王八咋了？你个不孝的东西，你给我回来！哼！老四，有事儿？那个你钓的老鳖，王美芳说你2个表哥伤得重，要补身子，你给我吧，还有再给我200块钱。他说你之前打伤了人，对方要赔钱，他拿彩礼垫了医药费，家里没钱了，我拿着钱和老鳖去县城找他们说和，把事儿了了，省得以后找你麻烦。事儿是我惹的，我自己能平。老鳖是我钓的，我自己吃，钱是我挣的，1分没有。爹，您请回吧，以后没事儿不用来了。嫂子，三成哥以前帮过我，这点东西给鸭蛋补补身子。不，老四，俺不能要，俺们娘俩能过。嫂子，这不是白给，这是三成哥以前借我的钱，连本带利，他一直没提，但我记着呢。现在我有钱了，该还。他没跟我说过。三成哥的脾气你还不了解，他帮人从不挂嘴上。你看鸭瓣瘦成这样，东西是给孩子的，你忍心让孩子跟着你受罪？嫂子，我还有个活想请你帮忙。我以后钓鱼多了，小的零碎的想弄成鱼竿攒着卖，这活得有人细心收拾晾晒，1个月给你20块钱，你干不干？老四，这活儿你姐姐们也能做，我不能抢他们的活。嫂子，我们给你送几个碗，家里用不上，你们在说啥活？大姐、三姐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要跟嫂子说，也想跟你们说，我打算送你们去上学。上学？对，上学。我刚听说国家可能马上要恢复高考了，我要送你们去县中学插班补习，参加高考，上大学。大姐、三姐，你们才20出头，人生刚开始。不能一辈子困在这村里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读书考学，去大城市当工人、当干部、当老师，那才是你们该走的路，也是咱娘盼着你们走的路。等你们考上，咱们就去盛京。我打听过，那边大学多，机会多。我在那儿买个房子，全家都搬过去。你们在学校念书，我在外头赚钱，再把小妹接过去，在城里上学。老四，这鱼竿的活我接了，你就专心供姐姐们上学。好，嫂子，谢谢你。老四，这个是不是很值钱？够不够交学费？够。而且，这
只是个开始。秦春儿忙活着呢。哟，炖鱼呢，真香。曹婶儿，这是给修房子的人做的，咸淡我调好了。瞧你这小气劲儿，吃你一口能掉块肉啊？你家天天鱼啊肉的，把全村孩子都馋哭了。分我点咋了？不行，这是宫中的饭，不能动。好你个秦春，有了钱就不认人了是吧？当年你娘在的时候，爹还得喊声嫂子呢。你个赔钱货，敢拦我！曹婶儿，你干啥？快住手！老婊子，你也敢管我？一对不要脸的！谁欺负我媳妇儿？反了你们了！敢打我媳妇儿，我拍死你们！曹正旺，你敢动我姐一下试试？放开！我弄死你！打我姐？别杀我，我不敢了。杀人啦！小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呦！哎呦！出血了！打死人了！亲手杀人呐！没王法了！快来人啊！亲手要灭我们曹家满门啊！杀人啦！杀人啦！亲手要灭门啊！打女人的时候不是挺威风？我错了，不敢了。都让开！干什么呢？亲手，把刀放下。秦支书，你问问他们干了什么。秦春，你说。他们闯进来要抢我，我不从，曹正旺就打我，还要用铁锹拍我弟。他胡说，是这小贱人勾引。闭嘴！支书救命！他要杀人！亲手，放下刀，我在这儿，没人能冤枉你。曹正旺，你一个大男人闯到别人家打女人，还有你曹婶子，你儿子调戏女知青被劳改，你们不教育儿子，还跑来找人家姑娘撒气，再闹，明天就送你去公社学习班。都听好了，曹正旺夫妇私闯民宅，动手打人，罚他们两口子去修河堤，干满1个月，工分扣1半。你也有错，动刀子就是不对，但事出有因，这次不计较，下不为例。听支书的。四哥，不好了！王美凤带着他2个竹子，还有好多人拿着棍子把咱家门堵死了。王美凤，你再敢踹门下试试！禽手！赚了钱就躲进大房子享福，不养你爹！今天不把钱拿出来，我烧了这破院子！禽手，你要么每月给我雇50块养老钱，要么把院子让出来。爹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屎娃子，给点吧，不然他又要闹。打人啦！秦家出了白眼狼，不养亲爹还打长辈。我在村口都看见了，是你们先动手砸门伤人。他不养他爹，他作为儿子给我们钱天经地义。我们已经分家了，算哪门子的儿子哪门子的长辈。行了，适可而止，再闹我直接送你去公社。是娃子，是娃子，我爹，从你同意卖我姐那天起，我们就两清了。以后王美凤再带你来闹事儿，我不会再留情。那个小畜生油盐不进，1分钱都没捞着，还差点被送公社。哟，婶子这是吃枪药了。
谁惹你老人家发这么大火？还能有谁？还不是禽守那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！婶子，你也别气，那院子本来就是村里的，凭啥给他禽守一个人住？你的意思是？你去挑唆村里那些眼红的人，就说禽守贿赂支书，占了集体的便宜，咱们一起去村部闹，让他要么交高额租金，要么滚蛋。他要是不交，咱们就把他赶出去，院子咱们分了。好主意！我这就去挨家挨户说，我就不信全村人闹起来，支书还能护着他。想来抢我的东西，正好一次性解决干净。花婶说，这老房子底下埋着地主的宝贝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院子是凶宅，以前地主全家都死在这儿了。就是阴气重得很，秦宝住进去，早晚给全村带来灾殃。大清早敲锣打鼓传播封建迷信，你们不嫌丢人现眼？瘦娃子，不是婶子不信你，这院子荒了30年，都说半夜能听见哭声，你还是搬走吧，别连累全村。是啊，小四儿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万一真冲了风水，全村收成就完了。听见没有？大家都怕你带来晦气。对，省得祸害全村人。你们别胡说，我们住了这么久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就是，明明是你们自己想抢房子，编瞎话骗人。造谣？我看是有人没讹到钱，就拿鬼神说事儿吧。王美凤，昨天你带娘家侄子来砸门要钱，没占到便宜。秦钢蛋，你上次想耍流氓被我赶出去，怀恨在心。哼，今天就合起伙来编瞎话骗大家。谁骗人了？全村人都知道这是凶宅。既然是凶宅，那敢不敢今晚跟我一起在院子里待一夜？要是真有鬼，我立马搬走；要是没有，你们俩就当着全村人的面磕头道歉。吵什么吵？大早上的搅得全村不安生。队长，这院子是凶宅呀，禽守不肯搬，会害了全村的。胡说八道！什么凶宅鬼神，全是封建糟骗。咱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不信这些歪门邪道。秦叔，正好你来了，他们拿封建迷信造谣，我提议今晚大家一起在院子里验证。要是真有鬼，我立马搬走；要是没有，他们就得当着全村人的面给我道歉。行，就这么定。今晚8点都到这儿来，谁也不准缺席。人都到齐了，今晚咱们就在这儿待到天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牛鬼蛇神。我把话放这儿，谁要是再敢趁机传播封建迷信，扰乱人心，我直接报公社，送去学习班改造。鬼哪能让你们轻易看见？怕什么？熬到后半夜，咱们随便弄点动静，他们肯定信。都半夜了，啥动静都没有啊！就是啊，哪有什么鬼？我看就是有人故意造谣。鬼来了！真的有鬼啊！都别动！哪来的鬼？就是一只野猫！站住！跑什么跑？愿赌服输，赶紧磕头认错，不然我现在就报公社。附魔效果果然厉害，
嘿嘿，想跑？再来看看还能有啥好货。好东西。小四啊，你可算来了！上周你送的那批草鱼，工人都说比菜市场的鲜1倍。邱厂长昨天还问我，能不能再订一批中秋福利呢？刘叔客气了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今天来是有件事想麻烦您，我想把水产生意再扩大点，不光供钢厂，还想给县水产局供货。我听人说，省里下周有个农业现场会，要接待各地的代表，急着要一批野生甲鱼和鳟鱼，到处都凑不够数。水产局的王国昌我倒是熟，可他那个人脾气倔，最不信乡下小伙子的话。之前有好几个养殖户找过他，都被他打发走了，怕耽误事儿。刘叔，这是我的供货清单，半年来没少过1斤，没误过1次。您看能不能帮我跟王主任引荐一下？我保证3天内能凑齐50斤野生甲鱼，20斤野生鲟鱼，全是现捞的活鱼。我可以先供货后结账，要是少1斤或者有死鱼，我分文不取，还倒赔损失。你做事稳当，我信你。这样，我给老王打个电话，就说你是我们钢厂长期合作的供货人，品质有保障，让他见你一面。但能不能成，得看你自己的本事。谢谢刘叔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您丢脸。老刘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这省里的接待会有多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要是鱼出了问题，咱们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他一个18、19岁的小伙子，能凑齐这么多野生甲鱼和鲟鱼？王主任，我知道您不信我，但我秦守说话算话。3天后上午9点，我准时把鱼送到水产局仓库，您当场验货。要是有1条死鱼，或者重量不够，我不仅分文不取，还赔您10倍的钱。好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3天后，要是你能按时把鱼送来，以后水产局所有的野生水产都优先从你这里进。要是你办不到，以后就别再提供货的事儿了。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伙子，你就是秦守吧？我是县城水产市场卖鱼的老张，刚才在水产局门口听见你跟王主任说话了。您找我有事？我是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县城的水产生意以前一直是李家兄弟垄断的，他们跟工商水的副所长是亲戚，心眼小得很，谁要是敢抢他们的生意，准没好果子吃。之前有个外地来的养殖户，就是因为跟水产局签了合同，被他们找人把鱼塘都给扒了，鱼也全毒死了。原来刚才在水产局门口一直盯着我看的那2个人是李家兄弟的人。不过我已经不是前世那个任人欺负的窝囊废了，有附魔鱼竿和第2世界在，别说李家兄弟，就是再大的麻烦我也能应付。谢谢张叔提醒，我会小心的。同志你好，我们是县工商所的，正在进行市场经营秩序例行检查，请配合一下。请问您这些货是拿去销售的吗？按照规定，从事经营活动需要办理相关证件。同志，这是我跟钢厂和水产局签的正式供货合同。我刚从村里出来创业，证照的事确实还不太清楚流程，正准备这2天去所里咨询办理。合同是正规的，供货渠道也清楚。不过小同志，有合同不代表手续就全了，你得尽快到工商所办个临时经营许可证，再去税务所做个登记。这是我们所的地址和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，你抽空来一趟，手续不复杂，几天就能办好。谢谢2位同志提醒，我明天一早就去办。好好干，守规矩做生意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来吧，附魔鱼竿，看看今晚能出什么货。
我去！啥玩意儿啊？咋这么沉啊？好家伙，还想跑！小秦，可算来了！我还以为你小子放我鸽子呢。王主任放心，我说过的话一定算是。您看看，全是活的，一条死的都没有。好，太好了！秦守啊，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就按你说的，50斤甲鱼、20斤鳟鱼的价格算算。小秦，你这供货能力没话说，只要你能保证质量和数量，咱们长期合作。没问题，王主任，保证随叫随到，绝不耽误事儿。秦老板，我们是县城水市场的商贩，今天特意过来，就是想从你这里进货。以前李家兄弟垄断了市场，逼着我们从那里进死鱼。是啊，秦老板，价格还比外面贵3成。要是谁敢不从，他们就砸摊子、打人。我们是敢怒不敢言啊！你家的鱼质量好，价格也公道。要是能从你这里进货，我们肯定能多赚点钱。以后我们保证只从你这里拿货，绝不跟李家兄弟来往。各位叔伯，既然大家信得过我秦守，那我也不能让大家失望。从今天起，我给大家的批发价比李家兄弟低3成，而且保证都是当天现捞的活鱼。要是有1条死鱼，我双倍赔偿。这鱼真新鲜，比李家兄弟那里的死鱼好多了，价格还便宜。以后我就在你家买鱼了。四哥，咱们的生意也太好了，照这样下去，一天就能赚以前1个月的钱。四哥，咱们现在可真成大老板了，以前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咱们能有这么大的仓库。这才刚刚开始，以后咱们还要把生意做到省里去，让更多的人吃上咱们的野生鱼。等赚了更多的钱，咱们就在县城买房子，让姐姐们和东东都过上好日子。四哥，我跟着你好好干。俊超，晚上仓库一定要锁好，留个人在这里看着。这个小畜生，凭什么赚这么多钱？本来这些钱都该是我的。婶子，咋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钢蛋儿啊，你看秦守那小子现在多风光，又是租仓库，又是雇人的，一天赚的钱比咱们1年赚的都多。哼，不就是走了狗屎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咱们不能就这么看着他得意。你去村里散布谣言，就说秦守投机倒把，都是偷的。好主意，到时候村民们肯定会去闹，工商所的人也会来查他。就算查不出什么，也能让他生意做不成。没错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把他赚的钱都吐出来。大家知道吗？秦守那小子现在发的都是黑心财，他那鱼根本不是自己钓的，都是晚上偷偷去生产队鱼塘偷的。真的假的？不能吧？怎么不能？他一个人一天能钓几十斤鱼，鬼才信！而且他还到手转卖，把鱼高价卖给县城的人，这可是不对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有点道理。他以前穷得叮当响，怎么突然就有钱了？是啊，把他水产价。秦守，你把偷生产队鱼塘的鱼拿出来分给大家，不然我们就砸了你的摊子。你们胡说八道！这些鱼都是我和四哥连夜钓的，
什么时候偷了？各位叔伯婶子，你们说我偷鱼，有证据吗？谁亲眼看见了？我秦守做人光明磊落，从来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儿。这是我和水产局签的供货合同，还有每天的进货记录和纳税证明，大家可以看看。谁是秦守？我是。有人实名举报你投机倒把、偷税漏税，还盗窃集体财产，这是举报信和你所谓的账本。现在我们要依法查封你的仓库和所有货物，配合调查。你们凭什么查封？我们都是合法经营，从来没偷过，没抢过。李干事，配合调查是我的义务，请便吧。李干事，等一下，我是县水产局的王国昌。秦守是我们水产局的独家供应商，所有交易都是通过我们水产局走的对公账户，绝对合法合规。我是钢厂的刘远宗，我们钢厂几百号工人吃的鱼全都是秦守供应的，他的鱼质量好，价格公道，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。这是我们钢厂的进货凭证和付款记录，你们可以看看。秦守同志，对不起，打扰你做生意了。经过初步检查，你的所有交易都符合规定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这就解放仓库。没关系，配合调查是应该的，只要能澄清误会就好。走！不能走！他们肯定是串通好了，这些证据都是假的。秦守偷生产队的鱼赚黑心钱，今天必须把钱拿出来分给大家。是我儿子他确实偷鱼了。给我抢！把这些鱼都搬走，抵他欠我们的钱！谁敢动？犯法！他秦守偷鱼才是犯法！你们官官相护，欺负我们老百姓，我今天就死在这儿！小杂种，我让你多管闲事！吓傻的，吓死了！来啊！放肆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打他呀！他可是你儿子，你打他，他不敢还手。我造的什么孽呀！秦大山，你个废物，打他！闭嘴！你闭嘴！剩下的事儿按法律办吧。秦守同志，你还有什么证据吗？钢蛋啊，咱们就说秦守偷生产队的鱼，投机倒把，让工商选来查他。好嘞，婶子，到时候他生意做不成，钱就都是咱们的了。站住！王美凤、秦钢蛋，你们涉嫌诬告陷害和聚众扰乱公共权利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不去，我没有办法。秦守，这个小畜生，你陷害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是我婶子让我干的，不关我的事儿。老四，是爹错了，你再给爹一次机会行不行？机会？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。从你同意卖我姐姐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你走吧，别再来找我们了。秦大山，
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连自己儿子都管不住，还不赶紧去跟秦守要钱来赎我，不然等我出来，我跟你没完！美凤，算了吧，秦守他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。断绝关系？他凭什么？你是他爹，他就得养你。你去跟他要1万块，少1分都不行，不然我就不出去，我死在这儿给你看。王美凤，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清楚。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以为只要我对你好，你就能好好跟我过日子。可是我错了，你永远都不知足。我受够了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我不离婚！秦大山，你给过来！老四，爹对不起你们，我已经跟村支书说了，要跟王美凤离婚。他藏的那些钱，我1分都没拿，全交给村里抵债了。租个小房子住吧，别再被他骗了。四哥，走吧，干活了，还有好多鱼要送呢。呀，小四儿来了，今天想买点啥？赵大姐，要3套最新的高考复习资料，10支钢笔，20个笔记本。好嘞，你3个姐姐要考大学了吧？真有出息，以后肯定能当大干部。怎么回事？跟谁欠了他钱似的。别管他。好了。会来事。王主任，您可千万不能再进秦守的鱼了，他的鱼不能卖。怎么了？秦守的鱼质量一直挺好的呀。好什么好？他的鱼都是用农药药的。我前几天去河边洗衣服，亲眼看见他往河里撒农药，把鱼药晕了，捞上来卖。真的假的？怪不得我上周买了他的鱼，吃完肚子疼了半天。我也听说了。东街老李家的孙子吃了他的鱼，拉了好几天肚子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就是啊，为了赚钱，什么缺德事儿都干。要是真吃出人命，咱们供销社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而且他上次来买东西还调戏我，态度特别恶劣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千真万确，我骗您干什么？这种人的鱼，咱们绝对不能再卖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让人停了他的货，先调查清楚再说。这就是秦守的鱼摊吧？听说他的鱼有毒，可不能买。是啊，我邻居家的孩子吃了他的鱼，拉的都脱水了，现在还在医院输液呢。呸，太缺德了！为了赚钱，竟然用农药药鱼，以后白给我都不要。肯定是康丽丽那个贱人搞的鬼，我这就去找她算账。站住！四哥，他都这么污蔑我们了，你还拦着我？谣言没用，咱们用事实说话。怎么办啊，四哥？再卖不出去，这些鱼都要死了。这可是咱们昨天连夜钓的，损失太大了。别急，我有办法。你现在去旁边的杂货铺买一口最大的铁锅，再买些葱姜蒜和调料，然后咱们去钢厂门口支起大锅，咱们当场炖鱼，免费让大家品尝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只要大家尝了咱们的鱼，就知道是新鲜的，根本没有毒。钢厂的师傅们，免费尝鱼了！新鲜的野生鱼，现杀现炖，现杀现炖。我的鱼要是有毒，我负全责。吃出事儿来，我赔10万块。小四儿，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？邱厂长，有人造谣说我的鱼有毒，没人敢买，没办法，只能请大家免费尝尝，证明我的鱼是干净的。岂有此理！谁这么缺德造这种谣？我天天吃你家的鱼，身体好得很，哪里有毒了？好吃，肉质鲜嫩，味道鲜美，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。真好吃，这鱼太新鲜了。就是，谁说有毒啊？纯属造谣。
我看是有人嫉妒秦老板生意好。给我再来一碗，太香了！禽兽同志，太谢谢你了！我们好久都没吃过这么新鲜的鱼了，你真是个好人啊！不客气，院长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我每个月都给敬老院送鱼，让老人们都能吃上新鲜的鱼。这是我们敬老院写的感谢信，我一会儿就贴到供销社门口，帮你澄清谣言。谢谢院长。康丽丽，你太不像话了，竟然造谣污蔑别人，差点给供销社造成巨大损失。谁让他当初举报我，害我被开除？你被开除是因为你私自倒卖紧俏商品，态度恶劣，跟禽兽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思悔改，反而造谣报复，简直无可救药！我宣布，给你记大过处分，调去仓库看大门，再敢犯错误，直接开除，永不录用。禽兽同志，对不起。是我们供销社管理不善，让康玲玲造谣污蔑你。我代表供销社向你道歉。没关系，王主任，只要能澄清谣言就行。我知道你也是被他骗了。禽兽同志，你真是个心胸宽广的人。你的鱼质量好，信誉高，还这么有爱心。我想跟你鉴定独家供货协议，以后供销社所有的水产都从你这里进，你看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谢谢王主任，我保证以后给供销社的鱼都是最新鲜最好的，价格也绝对公道。四哥，这下咱们彻底垄断县城的水产市场了。合作愉快。这是我托人从省里买的最新复习资料，你们看看有没有用？太好了，正好我们缺这本习题集，谢谢小四。小秦同志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？是不是又有新鲜的鱼要给我们厂食堂供应啊？董厂长，我今天来不是谈鱼的，是想租您厂里那栋闲置的欧式小洋楼。小秦啊，不是我不租给你，那楼荒了快20年了，都说闹鬼，没人敢住。之前有2个年轻职工不信邪，搬进去住了不到1个月，一个摔断了腿，一个得了重病，最后都搬走了。我怕你住进去出事儿，到时候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啊。董厂长，我才不信什么鬼神之说。我看那楼的结构很结实，水电也都齐全，收拾收拾就能住。而且我愿意出高价租，1年500块，租期3年，房租一次性付清。行吧，既然你不怕，那就租给你。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真的出事了，跟我们纺织厂没关系，你自己负责。谢谢董厂长，您放心。小伙子，你可千万别租这栋楼啊！这楼邪门的很。大妈，谢谢您提醒我，不过我真的不信这些封建迷信。您放心，我住进去肯定没事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听劝，等你住进去就知道了。到时候出事了，可别后悔啊！哇，这房子好大啊，还有这么大的院子，以后我可以在院子里跳绳、踢毽子、种花了。以前想都不敢想，我们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，这都是小四儿的功劳。是啊，要是没有小四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受亏呢。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，我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单独的房间。大姐、二姐、三姐住2楼东边的3间房，东东住2楼西边的房间，云朝哥和宁宁姐住1楼东边的2间房，我住1楼西边的房间。还有一间最大的房间改成书房，给姐姐们复习功课。秦老板来啦！今天想买点什么？我们刚到了一批新的布匹和暖壶，质量可好了。
赵大姐，我刚搬了新家，需要买一些窗帘、床单、暖壶、脸盆，还有一些打扫卫生的工具。另外，我还要买一些水泥和石灰，把院子和墙壁收拾一下。好嘞，我这就给你拿。您放心，保证给您拿最好的，价格也给您最优惠的。秦老板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昨天我看到李家兄弟在供销社门口鬼鬼祟祟的打听你搬新家的事儿。谢谢姐，我会小心的。四哥，你看那里有个脚印。这是一双牛皮鞋的印子，尺码42码，鞋跟有磨损。村里没人穿得起这么好的牛皮鞋。四哥，肯定是李家兄弟的人。昨天晚上他们果然来过了。不一定，李家兄弟穿的都是胶鞋，而且他们要是来搞破坏，不可能只留下一个脚印就走。这个人好像只是在院子里转了转，观察了一下地形。那会是谁啊？为什么要偷看我们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金银藏于地下室西墙夹墙，共3箱，余一生积蓄，本欲传于子孙，奈何家破人亡，只得藏于此。若有缘人得知，望取办银善，接济心里贫苦，余愿足矣。同志您好，我想查一下纺织厂那栋欧式小洋楼的产权档案。我刚租了那栋楼，想了解一下它的历史。哦，你说的是那栋鬼楼啊？等着，我给你找找。这栋楼是民国23年大地户周明远建的，花了3万块大洋。土改的时候，周明远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，他老婆刘氏带着3个孩子不愿意走，就在楼里上吊自杀了。后来这栋楼收归国有，1958年划给了纺织厂当职工宿舍，因为一直闹鬼，没人敢住，就空到现在。那周明远在大陆还有没有其他亲人？没有了，他的亲戚都跟着他去台湾了，大陆这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所以这栋楼的产权一直归国家所有，纺织厂只有使用权。这位老板想买点什么？我这里水泥、石灰、油漆、木材应有尽有，质量保证，价格公道。我刚搬了新家，需要装修，要10袋水泥、20袋石灰、2桶油漆，还有一些木材和钉子。好嘞，我这就给您装车，保证都是最好的货。这李家兄弟真是阴魂不散。上次工商检查没整到咱们，现在又想搞什么鬼？四哥，要不我们去找派出所的同志告他们骚扰？现在我们没有证据，派出所也不会管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只要小心一点，不给他们可乘之机就行了。这几天你送货的时候，注意观察一下李家兄弟的动静，看看他们在干什么。宁宁姐，你在家看好姐姐们和东东，不要让陌生人进门。放心吧，四哥，我们知道了。四哥，不好了，鱼都死了！是农药，有人往鱼池里倒了农药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么多鱼，得损失多少钱啊？而且今天还要给下游合作方和水产相关部门送货，要是送不出去，我们就得赔违约金。肯定是李家兄弟干的，除了他们，没人会干这种缺德事儿。我去找他们拼命！别冲动，现在去找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承认。我们没有证据，反而会被他们反咬一口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赶紧想办法凑鱼，不能耽误送货。秦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们这里都有存货，你需要多少，我们都给你。
按成本价，绝对不赚你1分钱。谢谢各位叔伯，这份情我亲手记下了，以后我一定加倍报答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派出所的同志已经去仓库勘察过了，提取了农药的样本，不过他们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李家兄弟干的，只能先立案调查。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我们损失了这么多钱。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已经让人盯着李家兄弟了，他们肯定会露出马脚的。而且我怀疑他们不只干了这一件坏事，说不定还有其他违法犯罪的行为。只要我们找到证据，就能让他们牢底坐穿。四哥，真的要进去吗？我总觉得这里面阴森森的。别害怕，有我在呢，里面肯定没有鬼，只有宝藏。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全是黄金和银元啊！我们真的发财了！按照周先生的遗愿，我们拿出1半的财宝给村里修路、建学校，帮助那些困难的乡亲们，剩下的1半留着给姐姐们上学，还有扩大我们的水产生意。支书、思远叔，我昨天在我租的小洋楼里找到了以前地主周明远藏的宝藏。按照他的遗意，我拿出1半来捐给村里，用来修路、建学校，帮助村里的困难户。小四儿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这些钱都是周先生的心愿，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小四儿啊，你真是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儿，我代表全村的乡亲们谢谢你。李局长，我今天来是想举报李家兄弟倒卖国家物资。竟然还有这种事儿！谢谢你提供的线索，禽兽同志，我们立刻展开调查，一定会把他们绳之以法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李家兄弟为了报复我，往我仓库里投毒，差点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证据，把他们抓起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的。有什么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禽兽同志，多亏了你提供的证据，李家兄弟倒卖国家钢材、粮食的案子彻底破了。主犯李大龙、李二龙数罪并罚，判了15年，其他从犯也都判了刑。太好了，李局长，这下县城的老百姓终于不用受他们欺负了。我们还查到，他们这些年垄断水产市场，欺压商户，非法获利超过10万块，所有赃款都已经被冻结没收了。不过你也要小心，李家还有一些残余势力在外面，可能会找你报复。有什么情况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谢谢李局长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秦老板，我们代表全县所有水产商户，给你送锦旗了。李家兄弟被抓了，我们终于能挺直腰杆做生意了。大家太客气了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从今天起，咱们水产市场再也没有垄断，没有欺压，大家公平竞争，一起赚钱。李家兄弟怎么就被抓了？都是禽兽那个小畜生，要不是他，我们现在还好好的。婶子，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。我哥他们胖了15年，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禽兽现在成了县城的大红人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我们根本斗不过他。斗不过也要斗！我在这里受了这么多苦，都是拜禽兽所赐。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跟他斗啊？我还有办法。再过半个月我就出去了，到时候你听我的安排，我们一定能报仇。婶子，你可算出来了，我们都等你好几天了。是啊，婶子，你在里边受苦了，我们给你准备了好吃的，回家给你接风洗尘。接什么风？我现在心里只有恨。禽兽那个小畜生现在肯定在风光得意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婶子，我们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好，走，先回家，我好好跟你们说说我的计划。这次我一定要让禽兽翻不了身。大家可千万别被禽兽那个小畜生骗了，他根本不是靠卖鱼发的财，他的钱都是偷来的、抢来的。不能吧？禽兽不是举报了李家兄弟吗？他要是坏人，怎么会举报坏人呢？那是他狗咬狗，
他和李家兄弟本来就是一伙的，后来分赃不匀才反目成仇。他把李家兄弟送进监狱，就是为了独吞他们的财产。就是，我亲眼看着的。秦守从李家兄弟家里搬了好几箱金银珠宝出来，而且秦守还偷税漏税、投机倒把，他的鱼都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，根本不是自己钓的。秦老板，不好了！王美凤在村里到处造谣，说你的钱是偷来的、抢来的，还说你和李家兄弟是一伙的。现在好多村民都相信他的话了。这个王美凤刚从拘留所出来就不老实，我去村里把他的嘴撕烂。别冲动，他就是想激怒我们，让我们自乱阵脚。我们要是去找他吵架，反而会让村民们觉得他的话是真的。那怎么办呀？要是谣言传到县城里，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。谣言止于智者，光靠嘴说没用，我们要用事实说话。你去通知所有商贩，明天我们举办一个水产开放日，邀请所有村民和顾客去我们的鱼塘和仓库参观，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鱼是怎么来的，我们的生意是怎么做的。各位乡亲们，各位顾客们，大家好！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我们秦记水产的鱼都是怎么来的。四哥，你这渔网神了，咋一拉一个准啊？大家看，这些鱼都是我们自己鱼塘养的，还有一部分是从河里钓的，绝对干净卫生。我们每一批鱼都有检验报告，大家可以随便看。原来真的有检验报告啊！看来王美凤是在造谣。是啊，我经常买秦记的鱼，吃了这么久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秦老板的人品，我信得过。可恶！竟然让秦守那个小畜生得逞了！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他，不相信我。婶子，软的不行，我们来硬的。他不是靠鱼赚钱吗？我们就把他的鱼塘毁了，把他的鱼都毒死，血本无归。秦老板，不好了！咱们鱼塘的看守刚才打电话来说，昨天晚上有人偷偷进了鱼塘，往里面倒了农药，现在好多鱼都翻豆皮了。肯定是王美凤和李三儿干的，除了他们，没人会干这种缺德事儿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。别冲动，没有证据。不过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，所以在鱼塘周围安装了监控。婶儿，这下秦守可完蛋了，哈哈哈！这小子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哭呢。来，干杯！祝秦守那个小畜生早日破产！干杯！这下他肯定完蛋了。王美凤、秦刚蛋、曹正旺、李三，你们涉嫌故意毁坏财物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秦守同志，王美凤四人承认故意毁坏财物，不过王美凤因为之前有违法记录，这次会从重处罚，但秦刚蛋、曹正旺和李三之前没有，处罚会轻一些。谢谢同志。那我的损失怎么办？我们会帮你追讨损失。他们四人的家属已经表示愿意赔偿你的全部损失。另外，王美凤这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，最少会判1年有期徒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们了。终于解决了王美凤这个大麻烦，可以专心忙生意和姐姐们的高考了。秦大山，你怎么才来？快想办法救我出去！我不想在这鬼地方待着。美凤，我没办法救你出去，你这次犯的错太大了。警察说最少要判1年。没用的废物！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你连这点事都办不好，我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。美凤，你就好好改造吧。等你出来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好好过日子？我现在变成这样，都是秦守那个小畜生害的。
我不会放过他的。等我出去，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？都是你自己做错了事儿，怪不得别人。我没错，都是禽手的错。你滚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是啊，真的啊，这个事情没点儿。今天复习的怎么样？累不累？还行，就是有点紧张。是啊，一想到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心里就慌慌的。小四，我好怕考不好啊！别紧张，你们都复习的这么好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就把高考当成一次普通的模拟考试，正常发挥就行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今天我给你们做了你们最爱吃的红烧鱼和糖醋排骨，请。禽手那个小畜生，他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？我一定要报复他。我已经买通了一个看守，等我出去了，我就去找禽手报仇。我要让他的姐姐们考不成大学，让他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。别紧张，正常发挥就行。我们在外面等着你们。放心吧，小四，我们会加油的。等我们考完，你要带我们去北京玩。对，我要去看长城。四哥，你说姐姐们能考上吗？肯定能。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努力，一定会有回报的。王美凤，今天是最好的机会，我已经把后门的锁打开了，你从后门跑，往省城方向跑，那里有车接应你。怎么样，考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题目都不难，我们都答完了。是啊，比平时模拟考试还简单。禽手同志，不好了，王美凤越狱了！这个王美凤真是胆大包天。四哥，要不我们报警，让警察多派点人来保护我们吧？不用，警察现在都在追捕王美凤，人手不够。而且王美凤现在肯定躲起来了，不会轻易露面。我们只要自己小心一点，关好门窗，别单独出门就行。可是姐姐们还要考试啊，明天还有最后一场，要是王美凤在考场门口捣乱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宁宁姐，明天我会和运潮哥一起送姐姐们去考场，而且考场门口有很多警察和老师，王美凤不敢轻举妄动。等姐姐们考完试，我们就暂时搬到钢厂招待所去住，那里人多，安全。禽手同志，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在考场周围布置了警力，王美飞要是敢来，我们一定能抓住他。谢谢李警官，麻烦你们了。不用谢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你们也小心一点。终于考完了，太好了！是啊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今天我给你们做顿好吃的，庆祝你们考试结束。各位叔伯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已经和周边3个县的供销社签订了供货协议，以后我们的鱼可以卖到周边3个县了。为了扩大生产，我决定再承包500亩鱼塘，大家可以自愿入股，年底分红。我入股，我相信秦老板，跟着秦老板肯定能赚钱。秦老板，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！要是没有你，我们现在还在受李家兄弟的欺负呢。
张叔太客气了，以后我们一起努力，把合作社越办越好，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你们都考上了，大姐更是比录取线高出整整20分。姐姐们真棒！以后我也要向姐姐们学习，考上重点大学。小四儿啊，你可真厉害，把3个姐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，这是咱们村的骄傲啊！是啊，咱们村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一下子出3个大学生呢。谢谢大家，这都是姐姐们自己努力的结果。小四儿，好样的！我就知道你家的孩子都有出息。为了庆祝3个丫头考上大学，村里决定给他们每人奖励500块钱。婶子，现在到处都是警察在抓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怕什么？我们趁黑去，放一把火，烧了他家的房子，然后我们就跑去申城，让禽兽一辈子都找不到我们。大姐，我要在广场放风筝，还要买最大的糖葫芦。好，好，好，都给你买，让四哥给我们拍满满一本照片。不急，这次玩10天，所有费用我包了。小四你也买2身新衣服，到时候我们还要去清华北大看看呢。好，等你们开学，我送你们去报道，顺便看看北京的铺面，以后把生意做过去。今晚3更动手，禽兽家刚办完升学宴，肯定放松警惕，正是最好的机会。婶子，要是被禽兽发现了怎么办？他太能打了。是啊，上次我们4个都打不过他1个。怕什么？我们泼完汽油就点火，等他发现的时候，房子早就烧起来了。他只顾着救火，哪有功夫追我们？姐，要不就算了吧，万一被抓，咱们都得坐牢。算了，我儿子以后连个家都没有了。禽兽毁了我的一切，我也要毁了他的。我要让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烧成灰。烛光弹去前门，陶正旺去后门，美兰去侧门，数到3一起泼，点完火立刻跑。凌晨4点在城南老砖窑集合。我哥已经开着拖拉机等着了，带着金宝和曹正旺的老婆孩子。好嘞，看我的！点火！谁在那里？住手！走，别管他们了！你们2个混蛋，竟然敢来放火！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们！别报警，四哥，我错了，我也是被王美凤逼的。是啊，四哥，王美凤说要是我们不来，他就不管我们的老婆孩子了。他早就把2家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让我哥开着拖拉机在城外等着，只要我们没按时到，他就带着孩子直接跑。王美凤打算带你们去哪里？去申城。他说去了申城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四哥，你放了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找你麻烦了。滚！现在就走。告诉王美凤，要是敢再回来，我不管他躲在哪里，都会把他抓去坐牢。禽兽同志，打扰了，我们在找王美凤，她前天晚上越狱失踪了。他们不是失踪，是畏罪潜逃。前天半夜，他们带人来我家放火，被我们撞破后，王美凤带着她妹妹翻墙跑了。跑的时候喊着要去申城找他哥。你确定他们是往申城方向跑？确定。好的，我们立刻联系铁路、公路公安沿线布控，如果后续有他们的消息，麻烦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
四哥，能抓到他们吗？现在到处都在设卡，他们跑不远。小秦同志，在家呢？这房子住的还习惯吧？挺好，多谢董厂长照顾。就是最近有些风言风语，说你这边老有人闹事儿，还惊动了公安，影响不好啊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房租呢咱们涨一点，或者你把房子退给我，我给你找个更安静的。董厂长，合同白纸黑字签了1年，房租我用余抵了，2清。小秦，我是为你好。你一个乡下小子，在县城没根没底的。董厂长，市物资局的张成一科长昨天给我打电话了，市里要一批海鱼，张成一科长找我供货，价格谈好了，8块5一斤，下周就签长期合同。您说，我要是跟张科长说纺织厂不想租房子给我了，他会不会觉得您这厂子不太支持市里的工作？房子我住着，鱼我照供。董厂长，咱们合作愉快，对大家都好。小秦同志误会了，我就是来问问你住的咋样。行，你住着，有啥需要找白斌。四哥，你真行！光是赚钱还不够，得让人知道咱不好惹，也有靠山。请问秦守同志在家吗？不是。你好，我是杨成，刚从国外回来。听说你租了这栋小洋楼，方便进去谈谈吗？这房子有些年头了，民国23年建的，后来归了纺织厂。杨先生有话直说。爽快。那我就直说了，这房子你能不能搬出去？当然不让白搬，我们给你补偿2000块，另外在县城给你找个更好的住处。这是500定金，你点头，剩下的1500马上给你。为什么非要我搬？这房子县城就这么大，能开饭店的好地方不多。这套房子格局好，不用大改就能用。杨先生，我依法租房，合同签了1年，纺织厂都没让我搬，您这……秦守兄弟，我知道你带着4个姐姐妹妹不容易，2000块可不是小数目，你卖鱼得卖大半年。我也是真心想做这个生意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和气生财。闹僵了，对谁都没好处。我要是不搬呢，那就只能各凭本事了。你不是做水产生意吗？县城所有的工地、单位、食堂、建材都是我供的，以后你的鱼怕是不好卖了。我是卖给水产局，有正规合同。合同能签也能废。秦守，我是为你好，2000块你卖多少鱼才能挣到？钱您拿回去，房子我不搬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依法租房天经地义。您要是觉得我违法，让公安来抓我。行，话我说到了，后果你自己担着。这房子你住不安稳的。开饭店，用得着花3000块盘一个租来的房子，怕不是还有别的目的。空的。取出木铲，消耗能量100点，当前能量285点。确认取出。间谍，赵山河，赵民，杨成姓杨，不姓赵，但他急着要这房子。这房子是日本间谍的据点，赵山河在这里活动过，
这些档案是他们的命门。怪不得杨成不是要房子，是要这些能要他命的东西。哼，原来是刨了祖坟，急着来填坑啊！赵山河是间谍，赵民是他儿子，现在可能在省城，杨成是跑腿的。他们要这些档案，是怕曝光。这东西是货，也是牌。原件不能留身上，抄一份够用了。秦首，我直说吧，这房子下面有没有挖到什么东西？东西？啥东西？就是旧东西，纸啊、本子啊、机器啊。您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挖到点儿。就些破纸，上面印着日本字儿，我也看不懂。还有个铁疙瘩，像收音机。在哪儿？东西在哪儿？我哪敢留啊？这要是日本人的东西，留着不是惹祸吗？我一把火全烧了。烧了？是啊，烧得干干净净，灰都到河里了。你怎么能烧了？那是重要资料。重要资料？杨先生，您不是说这是日本人的东西吗？日本人的东西不该烧。你真烧了？真烧了。要不您去河边看看，灰可能还没冲走。急了吧？该找正主来了。你就是秦首？我是。您是？我叫孙苗苗，从盛京来。3万，房子还有里面的所有旧东西，我全要了，现金。孙同志，我不明白。什么？这房子是租的，家具是厂里的。你说的旧东西是些烧了的废纸，值3万。秦首，我知道你能打，也有点门路，但有些人你得罪不起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孙同志，你这么紧张那些废纸，是因为里面有个叫赵山河的人吗？你胡说什么？还有赵海、赵江，都是姓赵的。真巧，孙同志，你从盛京来，也认识姓赵的？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些人，那些废纸烧了就烧了，但这房子我们看上了。房子是纺织厂的，有合同，我不搬。行，那就按规矩来。秦同志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这房子我们志在必得，你最好想清楚。我等着看你怎么必得。四哥，那女的来头不小吧？省城来的，背后还有人。那咋办？要不咱退一步？退不了，咱们一退，他们就知道档案没烧，会更疯。而且，我讨厌被人威胁。前世听说，老太爷把宝贝藏在了正屋地下，东墙3尺，下挖9尺。取出木铲，消耗能量100点，当前能量185点。
真有。藏宝图，先收着。吸收黄金，纯度75%，共计8500两，获得矿能85000点。吸收古玩字画、玉器、翡翠等共计47件，获得能量94000点。吸收天才地宝、千年老山参，获得能量50000点。当前总能量191000点，总矿能97000点。富可敌国，不过如此。消耗能量10万点，升级第2世界，边长扩展至500米。解锁能量10万点，升级第2世界。升级地形生成、天气模拟基础功能，解锁高级工具制造权限。挖了祖宗的宝，得了泼天的富贵，现在该让那些苍蝇彻底消停了。这是检测到特殊规则，普通鱼竿获得附魔效果低级，效果垂钓时有10%几率一次性获得2至5倍鱼获，持续24小时。多倍鱼获，虽然临时，但要是能做出永久附魔的鱼竿，制造附魔台需消耗黑曜石4、钻石2、书1。黑曜石和钻石还没解锁，先不管。制造皮革加里台需消耗木材20、铁锭8，能量200点。制造。加工中，可添加辅料提升品质。检测到可用辅料魂能3点，是否添加？添加1点。加工完成，获得完整的白虎皮，蓝色品质，具现化需能量1000点。白虎皮，这可是稀罕物。四哥，都安排好了，大姐他们在招待所，宁宁姐和鸭蛋也在。元朝，这2天晚上警醒点儿，他们会来硬的。狗急跳墙，他们找不到东西，只能来硬的。准备一下，可能有客硬来，咱们得好好招待。来了，等他们进来。禽手，你，杨先生，半夜带人撬锁进屋，这可是犯法的。少废话，把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？档案、电台，还有地窖里的，你知道我说什么？烧了。不可能！搜，给我搜，挖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你敢动我？我是成达商贸的老板，我在县里人脉很广。成达商贸的老板，半夜带人迟夜入室抢劫。我没有。赵山河是你什么人？赵民呢？他在省城，还是已经到县里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。带我去见赵民。不可能！2个选择：1，带我去见赵民；2，我带着这些东西去找能要他命的人。你说那些被他爹害过的人家，还有上面，对这些感兴趣吗？
你去。我带你去，别把东西交出去。赵明在哪儿？在省城，但我这次来，他就在县城招待所。孙明明也在。带路。秦守，你斗不过赵明的，他有靠山。靠山再大，能大得过人民群众吗？谁？是我，东西找到了。你就是秦守？赵山河是你爹？你做什么？年轻人，不要信口开河。我父亲是病逝的普通工人，档案清白。代号叶娇，1943年制造过32起重大冤假错案，1945年后畏罪潜逃，下落不明，有一子名赵民。你爹没死，他藏起来了，用假身份活了这么多年，你那些背景都是他帮你铺的路吧？你怎么有这些？小洋楼下面挖出来的。当年他藏的黑账本、受害者名单，还没来得及转移的金条和地契，全在我手里。不可能！你说烧了？骗你们的，原件在我这儿，复印件我已经寄出去了，寄给省纪委，还有当年被赵山河害过的人家后代。你想要什么？钱，我有很多钱。你的钱怎么来的？你清楚。我给你，都给你，放过我，放过我们家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要你完蛋。那你就去死！持枪杀人，罪加一等。这个时代该翻篇了。结束了。吸收黄金，获得矿能580点，当前总矿能97580点。吸收古玩37件，获得能量7400点，当前总能量198400点。暂时够用了。今天这顿饭有2件事儿。第一件，云超哥、宁宁姐，你俩的事儿我看在眼里。徐超哥踏实肯干，宁宁姐贤惠能干，丫队也需要个爹。今天我做个主，你俩要愿意，就在这儿，咱们自家人把事儿办了，以后就是一家人。我愿意，四哥，我一定对宁宁好，对鸭蛋好。好，那第2件，等严超哥和玲玲姐办完事儿，咱们家搬去盛京。哥，盛京远吗？还能钓鱼吗？能。那里有更大的河，更多的鱼，还有更好的学校。老四，去盛京，人生地不熟的。姐，县城太小了，你们要考大学，要去最好的学校。盛京有机会，有未来，咱们的好日子不能只在县城。小四儿，你这是？思远说，这些年多亏您照应，这些钱和票您收着，家里盖新房，给孩子们娶媳妇儿都用得上。不行不行，这太多了，我帮你那是应该的。您不收，就是见外。还有，我家那老宅，麻烦您时不时照看一眼，里面还有些旧家具，您需要就用。你这孩子，叔没看错你。支书，村里对我有恩，这钱算我给村里修路的。以后我姐他们放假回来，路也好走点。小四儿啊，你是咱村出去的，有出息了不忘本，好，好啊！
老四，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姐弟5个。当年要是我能硬气一点，你们也不会受那么多苦。爹不配，爹不配你这么对我。没有配不配，你生了我，养了我10几年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。过年要是有空，我让东东给你写信。小四，到了盛京，捎个信儿回来。哎，苏远叔，回吧。姐，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头。这太多了。不多，房子我喜欢，院子也大，手续办利索就行。好。以后这儿就是咱家了。这虎皮完整无瑕，毛色油亮，难得呀。小伙子，哪儿来的？山里猎的，老爷子喜欢就留着铺椅子，暖和。哈哈哈哈，这东西可不光是暖和。行，我收了。你说你是从北边来的，想做点药材生意？是，我那儿有些野山参、灵芝，年份还行，想找个靠谱的销路。这参怕是有100年了。好东西，这样，我介绍你认识几个人，华侨商店的经理，还有药材公司的老总，都是我旧部。多谢老爷子。主任，我姐他们学习还行，就是乡下学校条件差，想借读1年，冲刺高考。没问题，咱们学校就欢迎好学的孩子，明天就来报到，我安排最好的老师带。恢复了，真的恢复了。秦守回来了，正好你大姐这几道几何题思路有点绕。刘老师辛苦您了，这是我托人从外地买的复习资料，最新的。都加把劲儿，恢复高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咱们家至少得出2个大学生。我能行，我也能。玉山哥，给。这是打开看看。你跟宁宁姐的事儿不能老拖着，这周末咱们自家人摆2桌，把事办了。四哥，这太破费了。破费啥？你是我哥，宁宁姐是我姐，咱们是一家人。今天元朝哥和宁宁姐成家了，往后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来，喝一个。四哥，我这辈子值了，有媳妇儿，有娃，有家，这才到哪儿？往后好日子长着呢。我一辈子跟你干，是跟咱们这个家一起往前奔。那儿，大姐，青春。我考上了，我也考上了。秦春、秦夏、秦秋
你们是老师教过最刻苦的学生，老师为你们骄傲。老师，没有您，我们考不上。刘老师，这谢师礼您一定收下，您一定收下。小秦，恭喜恭喜，一门3进士，了不得啊！张科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我在市里开会，听说你家大喜事儿，赶紧过来讨杯酒喝。小秦，最近风声有点变，上面开会提了搞活经济、个体经济政策可能要松动了。真的？我还能骗你？你呀，脑子活，路子广，以后胆子可以再大一点，说不定能当第一个万元户。张大哥，借你吉言。这颗珠子品相绝了，在海外能拍出天价。陈老是行家，秦老弟这些东西都是稀世珍品。陈老喜欢，价格好商量，以后有货我还往您这儿送。好，小秦同志爽快。这样，这批货我全要了，按港币结算，我让人给你换成外汇券，在华侨商店什么都能买。邮票、房子，未来10年涨几十倍、上百倍。自主产业的产出走高端路线，拓销路、积资源，2条腿走路。元朝哥、宁宁姐，这个你们收着。5000，四哥，这手子，这太多了，我们不能要。拿着，你们成了家，得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。铺子算我租给你们的，头3年免租金，以后挣了钱是你们自己的。老四，多吃点儿，你都瘦了。姐，我这是精壮，你们在学校才别省，该吃吃。我们好着呢，学校伙食比家里当年好多啦。来，咱们照张全家福。